嗨哟，我是凉凉。最近真的太忙了 ，Oh my god！ 上一集只有讲到1、2转比较重要的技能，最让人头痛的3转技能居然还附件。我们现在这个等级区间进度就和第4集、第5集一样，去兽人区练到2转，再继续练到可以去周末副本的程度，然后再练到可以准备3转的程度。上一集有提醒大家2转的地点是回到巴哈拉神殿和2排相对应自己职业的 NPC 讲话转职。今天录影行程重点是这样，因为今天要讲的东西很多，老师要赶课，所以我会直接画面快转到周末副本，然后结尾就会直接快转到满等的地方，衔接下一集的3转转职任务。阿弥陀佛，感谢各方慈悲。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上课内容。这集的上课内容我会先稍微带过一下2转我觉得比较没有用的技能说明，然后再来讲3转的技能。毕竟有些人可能还是会好奇那些技能是干嘛用的，所以我会快速带过来泼个冷水。2转的冷门技能大部分都是因为取代性高、伤害低、限制多、释放方式不直观而导致。但我会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没有点，但其实整体来说还不错的技能，以及我为什么没有点的原因。还不错的技能有怪物情报、念力连击、重力原野。第一个是怪物情报，怪物情报是对一名怪物使用后可以看到怪物的各类资料，并且同时分享给队友。资料会出现在画面的左上角，跳出一个视窗，非常恼人。怪物情报通常是拿来确认目前 BOSS 的血量以及目前的属性。有些王低于一定的血量之后就会开始 K 笑，但是火王就会开始疯狂的地裂，一堆王会开始魔法吸收、物理吸收、黄反之类的妖魔鬼怪技能。有些王低于一定的血量之后，或是随他心情就会开始转换自身的属性，所以如果未来有想要往吃王方向走的话，就可以考虑把这招点出来。我自己没有点这招，纯粹就是因为我没有想要吃王，我这就是专门拍片用的好吗？不然呈现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屁股粘在据点，我连动都不想动，懂吗？不懂的没关系，请帮我 hashtag 懂的人都懂。第二个是念力连击，念力连击伤害高，技能 CD 短，又是范围伤害，又有高几率让怪物诅咒，甚至可以和之前买的2号女皇卡片搭配，超爆干强。点这招去周末副本应该直接飞天，哪需要花钱买肉粽汤那种贵的要死的垃圾？会。这招唯一的小问题就是会被未来3转甚至是4转之后的灵魂爆炸、灵魂连击取代。我自己的个性是不太喜欢为了前期练功顺利去点好练的技能，我宁愿前面用花式技巧或者是用多一点时间来度过，也不太舍得浪费技能点数去点未来用不到的纯攻击技能。再来就是如果拍教学影片，然后打个周末副本一路念力连击飞上天，这画面也太难看了吧！身为老茶最美 YouTuber， 不可能画面那么丑陋吧？下一个是重力原野，但是上一集已经讨论过了，所以这一次跳过。再来是介绍取代性高且实用度低的技能。取代性高的技能有高等的暴风雪、怒雷强击、陨石术、崩裂术、雷鸣术。主要的问题是因为咏唱时间太久，3转之后也有相对应的属性大法可以使用，所以点高的使用度偏低。暴风雪点高其实伤害蛮高的，不过暴风雪本身的击退造成冰冻后也会影响暴风雪自身的输出节奏。但暴风雪的特性是等级越低，冰冻的几率反而越高，所以低等暴风雪反而在牵制上是很有作用的。牵制的小小技巧我会留到以后讲双动之术、冰刃之强的时候一起讲，不然这集的进度又要开天窗了。陨石术还要看运气，陨石术的特效要真的落在怪物身上才会造成伤害，运气差的人可能唱完之后发现陨石砸了个寂寞。目前有在认真使用陨石术的，应该只剩下魅影自动念咒的时候使用比较多。怒雷强击这次属性在前期地图没有到很吃香，虽然范围蛮大的，不过伤害一般般。目前有在认真使用怒雷强击，比较常见的有超出装备侯爵跟子爵套卡的自动念咒使用比较多。崩裂术伤害普普，因为范围很小，如果咏唱不够快的话，怪通常会在你咏唱结束之前就走出施咒范围，所以没有到非常的实用。雷鸣术没有共同延迟，咏唱速度算快，但是一样3转之后就会被连锁闪电所取代。不过纯粹前置所点的技能等级就可以拿来应用在周末副本并雷蝙蝠用，其他的直接分组为非道效技能类，其中有水球术、火柱攻击、火之猎杀、哈班大鹰、魔击术。水球术只能在脚下有水的情况才能释放，就是那种地图上可以踩得湿湿的水，有包括忍者的水端还有妖术的水里，但没有包括海底世界的环境。水球术的颗数会根据脚下的水盾、水里的范围来决定，而且释放之后水就会被水球术抽干几格，所以如果你要连续释放的话，就要有专人为你疯狂释放水之领域，或者是刚好地图旁边就有水可以用。假卡拜超不实用。火柱攻击是我阿嬷在用的技能，以前阿嬷负责放火柱，阿公负责用火之猎杀或者是火兽牙把放出来的火柱推到同一个点上，然后再把王拖过去撞火柱。好
好一个间谍情深。卡曼太阴是可以几率消除3×3地面魔法的技能，需要消耗蓝矿、黄矿各1颗，但是因为固定永仓非常久，共同延迟也超久。如果真的有需要消除地面魔法的场合的话，请同金投胎，转职妖术后释放地属性领域比较快。魔击术特别1咪咪，它是把 MATK 转成 ATK， 造成远距离物理伤害，所以以前巫师打城战的时候，可以拿破甲短剑之类的触发坏装来牵制，超级无用。哦耶，2转技能的坑终于补完了。3转的部分，我想要先讲解为什么我想要玩属性漩涡。如果有乖乖配过技能点的同学就会发现，4转的技能核心之一魔力巅峰需要的前置点就包含了属性漩涡5等，而属性漩涡本身的前置又几乎是各种属性大法叠满，所以现今3转的咒术技能点数可以说是大部分被绑得死死的，几乎所有咒术都一定得点出5等的属性漩涡来应对4转技能的需求。然后请大家回想一下我第2集所提到的咒术流派分类。安安，请问有印象吗 ？Hello， 进度落后的同学请回去复习好吗？你看你耽误老师1分钟，下面的900万个同学加起来等于你耽误大家900万分钟真的是不要质疑老师的数学能力耶 ！Oh my god！ 看在我是性感教师的份上，再好心提醒大家一次好了。咒术有分为冰咒、风念咒、地牛咒、世俗漩涡咒、卫星咒，还有前阵子多出来的地狱火焰咒，还有城战功能型咒术。分类依据就是依照技能输出的模式，还有特化装来区分。但是现在最尴尬的就是4转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大家要考虑的是未来输出模式是否还要保持跟3转一样。譬如有些大佬因为已经买好整套毁灭彗星的装备，所以就算4转了也一样继续使用毁灭彗星来练功。又或者是喜欢低延迟的连锁闪电的大佬，4转了之后也一样继续使用连锁闪电当做主力吃王。但通常这种模式主要是针对那种已经花大钱买装，又或者是对某一个技能情有独钟才会发生的情况，不然一般老百姓应该是不会有这种问题才对。至少咒术而言，一定大部分都还是直接选择使用4转的技能来取代现今的练功模式，不可能4转了还会心甘情愿的使用3转技能来玩吧。所以这个时候就会面临的问题就会是，该怎么节省技能点数来让4转之后的效益极大化。毕竟大家应该不会想要浪费技能点数在未来用不到的技能上吧。但大家如果之前有仔细看我的影片的话，应该会注意到，其实我最一开始是想要练冰咒的，因为属性漩涡的前置点又包含了冻浆术还有寒冰浓雾，已经具备了冰咒该有的所有技能，反而火咒还是得额外花费点数把辟邪陨石点满。其实按照我不想浪费技能点数的习惯逻辑的话，我应该是要练冰咒才对，这样也不用消耗点数把属性漩涡点满，也不用点满属性球。但是纯粹因为拍片的关系，再加上等等我会分析给大家听的属性漩涡的优点，所以我后来才决定我要练属性漩涡的流派。毕竟要一直看一个人从头到尾都在丢冻浆术，然后练到200等，那个画面应该会无聊到爆炸。请问到底有什么好看的？而且纯火咒、纯冰咒在练功上都有局限性，那还不如顺便推广一下好玩又有趣的技能给大家参考，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为了避免大家以为4转之后我还是走属性漩涡的流派，这边我就先举旗帜宣告一下，没有城下未来说不定也不会用属性漩涡，这只是3转咒术练到4转的过程会用属性漩涡而已。除非后面新出的怪用4转的技能属性不好打，才可能会有奇效。我只是和各位乡亲父老交代一下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子玩而已。各位孩子们还是可以用自己开心的方式练到4转。好，继续。属性漩涡有几个优点，我拿最热门的火咒来进行比较粗略的分析。第一个优点是省点数，因为可以不用把辟邪陨石点满，也不用把魔法保存点满。因为阅读属性漩涡要消耗的储存点数很高，但是点1的话，就至少一定可以储存1次属性漩涡还有毁灭彗星。相较于以前的火咒，为了连发，大部分的人都必须把魔法保存点高。但若是我们单看技能倍率的话，属性漩涡的伤害就高出许多，且阅读释放1次属性漩涡的攻击次数为4次。所以随便粗略估计一下，等于平常的辟邪陨石要阅读4次，释放4次，还可以抵过属性漩涡1次。所以除去属性漩涡前置点所消耗的点数，属性漩涡只需要多花5点把技能点到10，再依照喜好去多花1点把一种手环属性球点满。但火咒除去前置点所消耗的点数，至少要额外消耗2点把辟邪陨石点满，再额外消耗9点补满魔法保存，这样前后就相差了5点技能点。多出来的点数就可以考虑把魔力冻结、魔法醒悟、星星大法、终极念力点满。第二个优点是属性优势，目前练功模式通常在180到200的区间，大家会选择去奥丁神殿、幻海，甚至是死打冲等。目前因为属性优化的关系，水风地火打奥丁神殿的倍率为100，已经没有被减伤了。但是毕竟也没有被增伤，所以可能没有装备的咒术们还是会有点吃力。这时候反而大部分是水属性的幻海就会是比较好的练功选择。
而属性漩涡可以根据自己召唤的属性球来决定属性，甚至你要每一颗球都不同属性都可以。而以前最让人诟病的属性球，目前也已经优化成2等属性球，可以一口气召唤5颗，就不用像以前一样放个属性漩涡还要按4下属性球，然后再按一次阅读，再按一次释放，才终于好不容易可以放出1发属性漩涡了。所以相对火咒，属性的变化优势会是强势非常多的。第3个优点是装备与4转的适应性好，因为火咒大部分依靠的是真咒术卡的技能伤害加成才会变成主流，但是属性漩涡可以比较早就使用变异把一些卡来增加伤害，所以可以更早就买入焊接魔杖或者是赶蹭魔杖，甚至是等 EP18 即将出的武器系列，就不用烦恼过渡装的买卖问题。未来4转甚至都可以暂时不用更换武器，就一路用到底。目前4转的技能点数可以把2到3种的属性修满，且目前4转的技能增伤装备都还没有出来，甚至未来的 EP18、EP19 都还是有大量的3转技能增伤，反而只有少少的4转技能增伤。因此，也许属性漩涡可以拿来当做各位咒术4转的属性替补。例如4转的技能点满水、风，那么属性漩涡就可以选地、火来互补。这样未来装备选择上就可以依照体型魔法增伤、所有属性增伤、属性增伤来达到全方面的提升，就不用一定要使用技能增伤系列的卡装来局限自己的技能应用。第4个优点是连招灵活性比较高，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会觉得比较有争议。我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我觉得反而属性漩涡的灵活性比较高。这边很复杂，看不懂的请多看几次。我们以上是完全没有任何增伤卡装的倍率来假设，4发碧血月等于1发属性漩涡。属性漩涡的最大输出流程应该会是这样子，而碧血陨石最大输出流程应该会是这样子。这边最尴尬的就是以前的阅读魔法书会根据你阅读魔法的顺序，以相反方向优先释放。譬如说你阅读了碧血、碧血、彗星，那么接下来你3次的释放就会是彗星、碧血、碧血。但现在的阅读魔法书不确定是否为 bug， 还是现行设定就是如此了。目前阅读的魔法会呈现随机的方式释放出来。现在的彗星会让敌人陷入魔力中毒的状态，使他们所有属性伤害抗性减少50%。所以火咒如果想要享有彗星的伤害加成的话，输出流程就会变成阅读彗星、释放彗星，接下来呈现阅读碧血、阅读碧血这样重复。又或者是选择彗星自己直接念咒释放，然后阅读魔法书直接存好4发碧血释放的模式。这一切听起来真的很复杂，对不对？没关系，我也觉得讲起来很复杂。总之就是火咒的小小无脑优势，就是可以疯狂的按阅读碧血陨石，然后看到怪就释放释放释放，但期间就很难掺杂阅读释放彗星来增伤。而属性漩涡咒是因为每一次释放前才阅读的关系，所以可以很轻易的控制这一次要释放彗星还是漩涡。而且漩涡的回圈是召唤球球、阅读漩涡、释放漩涡，这样的伤害会略等于碧血的回圈，阅读碧血陨石4次，释放碧血陨石4次的伤害。反而属性漩涡要按的东西更少，但通常大家比较喜欢无脑的按阅读然后释放，反而觉得还要召唤球球很麻烦，反正怪丢一下没死就丢第2下，第2下没有死就丢第3下。好啦，是没有不行啦，是我画全秀腿 OK。反正属性漩涡的前置点就包含了冻浆术，所以我都可以点来玩，所以这就是我选择玩属性漩涡的理由了。好啦，总之最难的部分已经上完了，3转剩下的技能都还算简单，应该可以轻松带过。所以下一集的主要目标会先放在3转的转职任务教学，也许再找个机会和大家解说3转的技能，不然这样连续几集的技能教学轰炸很累的。那就祝福大家圣诞快乐咯，我们下次再见，拜拜。